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敦煌系列连景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区之社进入查看。衣服有2个尺码，无论哪个尺码，钩织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针数行数有所不同。衣服包含前后片、领边和袖边。先完成前后片的钩织与拼接，然后钩领边和袖边。先学习后片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后片分为1区、2区和3区，以及2个花边。首先，从下往上钩完这3个区域，然后在下方以及靠近腋下的位置分别钩织花边。来看1区图解，往后视频主要以小码为例讲解，如果钩织大码，可以先学习方法，再对照图纸钩织。1区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往上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大家看图解时按照箭头指向来看。例如1区单数行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表示在正面钩织；双数行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。在反面钩织，首先用对应颜色的线进行锁针起针，这里演示用线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不要钩太紧，可以稍微松一点，方便后面挑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到需要的锁针数，小样锁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第1行，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，对应倒数第4个锁针。接着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挑上方1到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，我这里挑1根线钩织。继续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每次都是挑相邻锁针的1到2根线钩织。将这一行钩完，钩完后核对一下针数，加上起立针，总针数应该和起针数一致。我们将第1行此时对着自己的一面作为正面。现在第1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2行，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，立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。注意，从1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
5个锁针，下方跳过3个针目，在左侧第4针上钩一个短针，这一行接下来每次都是钩5个锁针，然后下方跳过3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刚好在起立针上钩织，可以调顶端锁针的2根线钩织。第2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3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钩织，开头连续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每个洞眼分别钩一个短针，短针之间钩5个锁针。先钩5个锁针，翻面，从第1个大洞开始钩短针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大洞的短针。完成后再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从这个大洞开始，在每个洞眼分别钩一个短针，之间都要钩5个锁针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，以后在起立针上都是调2根线钩织。第4行完成，如果是大码，还要再钩2行这样的洞眼，也就是重复一次第3到4行即可。继续钩第5行，可以发现这一行中间就是在每个洞眼分别钩4个长针。对照图纸第3个锁针，翻面，然后在每个洞眼分别钩4个长针。最后一个洞眼只要钩3个长针，然后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
第5行完成。由于接下来需要换线，这里要断线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5到10厘米的线头，断线，拉紧。继续钩第6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。首先翻到反面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接线，钩针穿入边缘长针针目中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将线圈勾出，接线完成。另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线头可以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继续一一对应钩短针，最后一针钩在起立针上方。现在小样就钩好了第6行。继续看第7行，可以将框内的针法看作一组。小码这一行总共需要钩17组加1针，整体上2个入针位置之间都是间隔3针。但由于下方的短针不是刚好均分的，因此需要有8个位置间隔4针。大家可以先在这些短针上用8个记号扣大致均匀地标记出来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小样这里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标记好后，先连续钩4个锁针，单面，然后下方跳过3针，不算边缘这一针。在左侧第4个针目上，同时钩7个长针，完成后一个锁针，下方继续跳过3针，钩一个长针，不算起立针的3个锁针，相当于是钩好了一个框内的组合。继续钩第2个组合，一个锁针，遇到记号扣，下方跳过4针，同时钩7个长针，我这里针数较少，仍然跳过3针钩织。
大家实际遇到记号扣，这里要跳过4针钩织，一个锁针，跳过3针，钩一个长针，第2个组合完成。大家扣记号扣时，只要大致均匀即可。如果刚好记号扣位置就是入针位置，可以钩完后再间隔4针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钩完。钩完后，确保组合数与图纸一致。第7行就讲完了，断线。继续钩第8行，在反面钩织。首先在边缘长针织目上接线，开头直接钩4个锁针，然后在接线处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。这一行接下来，每次遇到这样的7个长针，就在中间3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然后钩一个锁针，再在这样的一个长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针，3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线头可以后期顺着织物的纹理在反面藏好。再钩一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钩织。到了结尾位置，钩完这3个长针后，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同时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第8行完成，断线。接下来的第9到15行，每一行都要换色，因此每一行结尾都要断线。第9行，在每个大洞中同时钩7个长针，这样的3个长针中间一针上钩一个长针，两边分别钩一个锁针。右侧边缘
第3个锁针后，在动眼钩3个长针，左侧边缘先在动眼钩3个长针，然后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。这里如果找不准位置，可以直接在动眼钩4个长针。第10行与第8行花样相同，只是错开了位置，边缘对照图纸钩织。第11行与第9行花样相同，也是错开了位置，可以将第8到11行看作一个针法循环，小码就是再钩一个循环。前15行完成后，继续看第16行，这一行全部钩短针，需要钩到对应的针数，每次都是在这样的一针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两边的锁针洞分别钩一个短针，这样的连续7个长针位置，其中8处上方钩6个短针，其余上方都是钩5个短针。同样可以先用记号扣大致均匀的标记8处，每次钩到标记处，就在这7针上钩6针，空任意1针不钩，其余位置都是空2针不钩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后，总针数应该与图纸一致。这一行钩完后，一直到1区结束，都不需要换色了，并且整体上是4行一次针法循环。遇到这种锁针洞位置，钩短针时就在动眼钩2个短针，边缘遇到起立针都是在对应的起立针上挑2根线钩织。大家结合图纸将1区剩余行数钩完并断线。1区完成后，继续看2区。2区前面的行数需要在两侧减针，剩下的不加不减钩织。无论大小码，第一行都是在正面挑后半针钩织，并且都是在第3针上接线，接线也挑后半针，也就是针目远离自己的1根线。接线后立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的后半针上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在左侧2个后半针上分别钩一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中间都是挑后半针钩长针，一直钩到剩下6针。
完成后，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和一个引拔针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第1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。第2行起始位置距离这里较远，需要渡线，先将线固定一下，拉大线圈，将正在钩织的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翻到反面，钩针穿入第2个长针针目，将线勾出，渡线稍微松一点，确保织片平整。渡线完成，对照图纸，开头连续钩7个锁针，然后跳过4针钩一个短针，中间都是交替钩5个锁针和一个短针，下方都是跳过3针，对照图纸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短针。完成后3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长针，也就是刚好这里空4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，剩下的针目不钩，第2行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3到4行中间都是在动眼钩一个短针，之间钩5个锁针，边缘对照图纸钩织。第3行结尾可以在第4个锁针上挑2根线钩长针。第4行结尾就是在第3个锁针上钩长针。第5行开头立3个锁针后，在第1个动眼钩一个长针，中间动眼都是钩4个长针，一直到倒数第3个动眼，钩完后倒数第2个动眼，先钩3个长针，然后要钩一个这样的长针与长长针并针。请看我演示这个并针的钩织方法。先在倒数第2个动眼和最后一个动眼中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第3个锁针上方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绕线2圈进行钩织。完成后，
绕线，将线依次勾出。这个就是长针与长长针并针。后面遇到这种并针，无论是几针的并针，就在针法指向的位置钩织对应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将线依次勾出即可。例如上方这里，在这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这个起立针上方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再绕线将线依次勾出即可。再例如这里，实际是一个长针减针，就是在这个长针针目上以及起立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再绕线将线依次勾出即可。接下来除了边缘，中间位置如果针法指向锁针，就表示在对应的锁针洞钩织，其余都是钩在指向的针目上。小码往后一直到15行，边缘需要减针，中间都是对照图纸钩一个个对应的花样。注意部分行数的开头，起立针上方不钩。例如第6行结尾，最后一针在这个长针上钩织，这个起立针位置不钩。再例如第9行结尾，下方的这个起立针位置同样不钩。从第16行开始，都是不加不减钩织，大家结合图纸将2区钩完。2区钩完后，继续看3区。这里的箭头是领边挑针的位置参考，暂时不用看。3区分两边单独钩织，先钩右边，然后在对应位置接线钩左边。请看我演示。开始钩右边第1行，另一个锁针，翻面，在左侧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针，左侧2个长针上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和一个长针，两个锁针，然后正常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2个长针。再钩一个锁针，最后钩一个这样的并针。第1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，另一个锁针，翻面，在左侧洞眼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正常钩6个短针，
完成后，在左侧动眼引拔。第二行完成，固定线。将线过渡到第4个短针上。开始钩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然后从左侧相邻针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3个短针。第3行完成，正常断线。右边就完成了。接着对照图纸，空出中间位置，在对应的长针针目上接线。立3个锁针，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渡线到第2个动眼。然后从这个长针位置开始，正常钩6个短针。钩完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也就是先在这个动眼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再在这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将线一次钩出，短针减针完成。第2行就完成了。第3行是先立一个锁针，翻面，一一对应钩3个短针，最后在左侧相邻针目引拔，断线。左边也完成了。3区完成后，继续钩花边，花边分为下摆花边和1区花边，针法都相同，只是第1行的钩织位置以及整体配色有所不同。下摆花边第1行是在反面挑针，挑1区第1行的入针位置进行钩织，整体上是钩短针和锁针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，同样以小码的情况为例，大码对照图纸钩织。
首先翻到反面，找到第一个长针旁边的锁针，这里是第一个长针的入针位置。钩针穿入这个入针位置，右侧相邻的锁针，可以挑2根线接线。另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左侧这2个长针的入针位置，分别钩一个短针，开头3个短针钩好后，2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针，在第3个长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往后每次都是钩2个锁针后，跳过2针，钩一个短针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针的位置。完成后，在边缘长针入针位置再钩一个短针。第1行完成，断线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接线，立3个锁针，再钩4个锁针，然后在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在接线处以及旁边的短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这个洞眼钩2针，这个针目上钩1针。完成后3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个洞眼，在左侧第3个洞眼中先钩一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在这个洞眼先同时钩4个长针未完成针，
然后绕线，将线一字勾出。长针4针的枣形针完成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接着钩4个锁针，然后穿入这个洞眼，也就是可以挑这样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继续钩4个锁针，接着穿入这个短针的前半针，以及左侧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。接下来每次都是先钩4个锁针，再挑这样的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再重复2次。完成后，下方同一个洞眼中钩一个枣形针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这2个枣形针以及上方的针法称为组合1。接着钩3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个洞眼，对照图纸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钩4个锁针，然后挑这样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接下来钩2次与这里相同的针法。完成后，从这个洞眼开始，再钩5个长针。我们将两边各5个长针以及上方的短针和锁针称为组合2。接下来就是交替钩组合1和组合2，之间都要钩3个锁针连接，下方都要跳过2个洞眼。结尾不完整的组合，对照图纸进行钩织，将这一行钩完，钩完后断线即可。继续看第3到5行。第3行在反面接线钩织，整体上就是钩织长针和锁针，长针都是钩在这样的大洞中。最后一个长针
勾在这个起立针上方，也就是勾在这个短针的相同入针位置。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第4行在正面接线勾长针和锁针，长针也都是勾在锁针洞中。第5行继续用同色线在反面钩织，这种就是在对应的针目上同时钩7个长针，其余对照图纸钩织。前5行钩完后，继续接线钩第6行。这种4个锁针和1个短针的组合，钩短针时都是挑前面短针的前半针以及左侧1根线钩织，和这里相同。这样的凹陷处还要钩短针3针并1针，钩织方法与前面的短针减针类似，3针并1针就是要在这3个针目上分别钩1次短针未完成针，再绕线将线依次钩出。短针减针就是钩2次短针未完成针。后片肩部已经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将下摆花边钩完。下摆花边完成后，我继续用小样讲解1区花边。1区花边就是挑1区最后1行的前半针进行钩织，针法与下摆花边完全相同。我简单演示一下第1行。第1行在反面钩织，因此将后片正向摆放，从右侧开始接线钩织，找到边缘短针的前半针接线，另一个锁针，接线处开始一一对应钩3个短针，都是挑前半针钩织。2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针，继续交替钩短针和锁针。将这一行钩完，最后2个短针刚好钩在边缘2针上。第1行钩完后断线，往后就是正常来回往返钩织，将剩余行数钩完即可。这样1区花边也讲完了。继续看前片，前片除了领口这里与后片不同，其余都与后片相同，并且配色也都与后片相同。这里的箭头同样是领边的挑针，大家首先将领口以下的行数钩完，钩完后继续先钩完这一侧，再接线钩完这一侧，然后将2个花边也钩完。涉及到的针法前面都讲解过了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前片钩完后，需要将前后片的肩部
两侧分别拼接起来，还要将对应位置的花边侧边拼接起来。拼接就是在反面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，钩1个短针和2到3个锁针。拼接方法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。下面请看拼接方法的演示，学会后再动手操作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肩部这里可以用结尾的同色线进行拼接，侧边这一段也用这里的同色线拼接，下方以及花边位置用其余颜色拼接，具体可以根据喜好选用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1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1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1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全部拼接好后，在领口和袖口分别挑针圈钩领边和袖边，领边和袖边的花样以及圈数都相同，只是挑针数不同，具体参考图纸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首先钩领边第1圈，可以从后片位置开始接线钩织。立2个锁针，然后继续对照图纸，在后片大致均匀，挑边缘几根线钩长针。这个起立针看作1个长针，算在挑针数里面。
后片位置钩完后，继续在前片位置钩长针。全部钩完后，核对一下总针数，应该是双数。最后，在起立针上挑2根线引拔连接。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不算1针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立2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长针上钩一个长针正拉针。钩织方法和长针相同，只是要像这样挑起整个长针进行钩织。接下来就是交替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长针正拉针，将这1圈钩完。最后1针刚好钩长针正拉针。完成后，同样引拔连接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。这1圈针法与第2圈相同，立2个锁针，然后交替钩一个长针正拉针和一个长针。将这1圈钩完并引拔断线，线头顺着纹理在反面藏好。这样领边就讲完了。领边完成后，继续钩袖边，2个袖边完全相同，钩织时都是从腋下开始挑针，前后片位置挑针数应该一样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袖边也钩织完成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